黑神话：悟空究竟是怎样诞生的公司？将时钟拨转回2018年，黑神话：悟空制作人冯骥曾给当时站在十字路口的游戏科学提出3个选择。第一条路是所有人全力以赴做一个单机动作游戏，第二条路是做一个时下流行的 RPG 加 SLG 手机游戏，第三条路是分成2个团队，一个团队做手游，抽调5-6个人，准备做一款单机动作游戏。最终，创始团队决定分兵，保留一个团队建制继续做手游，少部分精干力量则被调去探索一款高品质单机游戏。黑神话：悟空也因此诞生。当初的选择在如今看来已经拨云见日，事实上，决定要做一款高品质的单机游戏，有热爱，有理想主义的成分，但更多时候，它是对游戏市场和自身能力冷静审视后的结果。冯骥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做出了上述表述。在20日，黑神话：悟空正式发售后不到24小时 ，Steam 在线玩家峰值突破222万，在 Steam 所有游戏在线玩家历史峰值中排名第2。根据国游畅销榜统计，黑神话：悟空在 Steam 上已售出超过300万份，加上 Wagami、Epic 和 PS 平台，目前总销量超过450万份，总销售额超过15亿元。回顾黑神话：悟空7年磨一剑的心路历程，正如冯骥所说，踏上取经路比抵达灵山更重要。为何选择 3A 游戏？公开资料显示，2005年，冯骥入职游戏公司，任职游戏策划。2014年，冯骥创办游戏科学。黑神话：悟空则是在2018年，冯骥入行的第13年，游戏科学创办的第4年，正式立项启动的。3A 游戏是一条高投入、高风险的道路，在游戏科学创办之初，包括冯骥在内的所有人都曾经摇摆过。最初，游戏科学的创始团队想开发的是 RPG 加 SLG 类游戏，并觉得这是一个能快点赚钱的项目。当时游戏设定已经确认，冯骥担任游戏主策划，游戏科学联合创始人杨奇担任主美。但随着开发的不断进行，冯骥越来越无法接受这款游戏，自己有点受不了，做出来的这个游戏我不太想玩。但是他依然没有做好 All in 3A 游戏的准备。虽然说我们都觉得我们迟早会做单机 3A 游戏，但总是觉得时机还不成熟，总是想要等一个时机。当时，游戏科学联合创始人、黑神话：悟空的美术负责人杨奇却态度坚决地提出，一定要做单机游戏，你永远可以找出一个理由不启动这件事，钱不够，人不够，各种方面的条件都不足，如果这样等下去的话，可能永远都不会开始。对于理由，杨奇坦言，人的创作生命是有限的，一个人的创作黄金时间可能就只有几年，那时候你有经验，有体力，大脑也还灵活，这是你最宝贵的时候。这个时候如果不做一点好东西的话，这辈子可能就没什么机会了。确定整体的方向后，2018年2月25日，杨奇发了条微博，入行10年仿佛就是等待这一天。半夜出门开会，整个小区的树林都在轻声呼唤我的名字。与腾讯的分分合合，黑神话：悟空项目与冯骥和杨奇之前的东家腾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据澎湃新闻记者了解，入职腾讯后，冯骥和杨奇便进入腾讯8大游戏工作室之一的量子工作室，投身公司的自研产品，从2009年起牵头做斗战神项目。和黑神话类似的是，斗战神拥有东方文化、史诗叙事、孙悟空 IP 等元素。媒体报道称，腾讯内部期待这款游戏不想赚钱，只要口碑，足见其重视程度。不过，最终斗战神失败，腾讯也在2014年调整工作室架构，合并量子工作室与光速工作室，成立光子工作室群。就在这个档口，冯骥和杨奇选择离职创业，并组建了游戏科学。只不过，黑神话并没有重蹈斗战神的覆辙，黑猴子也扛起了国产 3A 游戏的大旗。对于游戏科学获得腾讯投资的过程，外界十分好奇。对此，2021年，
冯骥曾在知乎回答中提到，与外界想的可能有点不一样，公司一直和老东家腾讯有联系。黑神话发布后，腾讯曾在第一时间组团过来拜访，并表示要投资黑神话。黑神话以经典名著《西游记》为背景，在冯骥看来，《西游记》与孙悟空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 IP。我们就是要做《西游记》的广告，它是一个可以互动的广告，可以让全世界的玩家因为这个载体去深入地了解中国的文化。而在游戏风格上，当时的制作团队都默认要做一个弱联网、强战斗体验、偏冷兵器格斗的动作游戏。冯骥迷恋黑暗之魂，杨奇更喜欢怪物猎人，大家的共识是做一个敌人压迫感非常强、有精巧的关卡结构、有神秘风格的碎片化叙事的动作游戏。据朝新闻消息，在杨奇看来，如果强行用西方魂系游戏的教堂、城堡等设计去套悟空的关卡设置，那就会变成不和谐的嫁接。中国古典建筑追求对称，而《西游记》是公路电影式的线性叙事，除了简单的塔式结构以外，《西游记》描述的场景中很难有超过3层的建筑结构。在考量之下，既承载着中国故事的内核，又有着更适合国际化的表达，成为了黑神话独特的叙事风格。据媒体报道，游戏科学在2018年12月搬到杭州，冯骥喜欢杭州的氛围，这里的节奏没有深圳那么快，房价也不太高，大家能够耐得住性子。作为一个相对成熟、有足够开发经验的开发公司，游戏科学避免了大多数游戏开发过程中的风险。他们的主创人员合作多年，相互对能力知根知底，他们熟悉游戏开发流程，有开发成功游戏的经验。他们始终控制着项目规模，一直保持着一个规模极小，但具备丰富经验和默契程度的团队。创始人曾称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。在知乎公开发文时，冯骥曾谈到自己制作游戏的感受，第一是恐惧，一边频繁感受到大家热切而真诚的期望，一边深知自己的能力短板与实力局限。第二是焦虑，团队每天实际要面对的永远是庞杂而具体的开发工作，其中不乏两难选择与细节魔鬼。非要形容这个状态的话，大概就是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才不配位，强装镇定。冯骥表示，在他看来，8年前就很坚信中国的单机市场一定会存在，且一定很大。你会看到其他的文娱市场，最典型的就是电影。这几年随便拉一下数据就能看到，前10票房的电影正在悄然发生变化。我们会看到中国制作精良的电影在迅速地开始蚕食这个榜单。我们也看到很多现象级的产品已经在那个时候开始出现了。我们在2016年看到大概美国的单机市场100亿美元，日本50亿美元出头，欧洲我们当时没统计，中国1亿美元不到。我们当时就斩钉截铁说，我们认为在10至15年内，我觉得中国的单机市场会达到日本甚至超过日本的规模。冯骥认为，传统文化、游戏出海等标签是手段还是目的？对此，冯骥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回应称，我们确实是一个中国团队，做了一个中国题材，那么说它是中国风，以及在海外可能有一点影响力，我认为不能把它作为一个目的。如果它的品质足够高，持续的时间足够长，它就会自然地辐射到海外，而不是因为你带一个国风的标签就有了免死金牌，或者所以你可以低品质。冯骥认为，面对传统文化、游戏出海等标签，游戏团队应该有更大的责任感，应该如履薄冰，需要可能付出更多的努力，去想想怎么能把它和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产品的其他的品质结合起来。海外媒体人则为游戏打出80分的好评，称这家中国工作室以明显的热情为我们献上了精彩的表演。对于即将推出的其他雄心勃勃的中国游戏来说，前景看起来很有希望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上的责任和压力开始接踵而至，谁没有经历9981难，谁头上没有金箍束缚，谁又不是那盖世英雄呢？一位网友感慨地表示，或许每个人心里的孙悟空形象都有所不同，
但大家都幻想有朝一日可以成为像他一样的盖世英雄。但入职之后，冯骥并没有像鱼儿游向大海，而是感受到了理想和现实的差距。当我刚加入第一家小的游戏公司时，会有一种天使着地的感觉。那个时候我会很愤怒，觉得我做的东西和游戏性一点关系也没有，会想为什么我要做一些自己也没有很认可的东西。不过，冯骥坦言，真正做了，投入进去之后，发现即使是那样的游戏，这个事要把它做成还是很难。